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发生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枪击事件啊。这个事件最近几天一直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同时呢，也是美国社会严重撕裂最新的案例。This was an act of domestic terrorism. Having seen the video, that is bull. It's a tragedy of the making of the far left. It's unprecedented that we have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already determined exactly what's happened here and the motives of an individual that we don't even know the name. They don't know the name. 支持 ICE 的人就说他说这个女的当时试图开着汽车去撞击着 ICE 的警员。那你想想，她虽然被击毙了，但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活该。但是反对的人认为他说你想想，这些 ICE 的探员平时在街上执法的时候没有制服，大家根本分不清这些人呢到底是黑社会还是执法人员，然后执法组还经常拿了一个黑布蒙在脸上，越看越像黑社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老百姓要是不服从，跟他发生冲突的话，当场击毙，这是屠杀发生在街上的屠杀甚至有人说，这些人就有点类似于当年希特勒养的那些冲锋队党卫军，言下之意讲的就是川普政府领导的这些新型的执法组织已经严重的纳粹化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双方各执一词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还是老规矩，我们先回到新闻现场。话说在1月7号9点30分左右的时候美国的这个 ICE 正在明尼阿波利斯这个城市的大街上执法。You! Sh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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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尼阿波利斯这个城市我去过它靠近美国的五大湖。当年刘强东睡那个女学生就发生在这个城市。我当时去的时候主要就是调查这件事情这个城市呢，在美国比较靠北，所以你看冬天的时候路面都积着雪结着冰在 ICE 在街上执法的时候旁边就有很多市民在围观，然后拿手机在拍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 ICE 在美国很多地方执法，它不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为什么不欢迎呢？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背景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到目前为止有1000多万非法移民散布在美国各个州这些非法移民过去美国历届总统都宣称要驱逐It's now my privilege to sign the Homeland Security Act of 2002. And let's be honest, tracking down, rounding up, and deporting millions of people isn't realistic. And that's why we're going to keep focusing enforcement resources on actual threats to our security. Felons, not families. Criminals, not children. 你比如说奥巴马是驱逐非法移民最多的总统，但是呢，驱逐这个非法移民过去美国基本上有这么一个边界线，就是说这个非法移民你到了美国，但是呢，如果你不犯罪，一般来说不会驱逐你。但是奥巴马那个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犯罪的非法移民 FBI 的信息跟这个国土安全部的信息共享了。共享了之后呢，你只要犯罪了，那国土安全部就知道了，就启动驱逐程序，就把你驱逐出去了。所以奥巴马的任期实际上驱逐了好几百万这非法移民，高的说是500万，低的说是320万。所以他虽然是个民主党的总统但是他是过去历届美国总统中间驱逐非法移民最多的一个总统。但是这个政策到了2017年川普上台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When Mexico sends its people, they're not sending their best. They're sending people that have lots of problems. You can call it whatever the hell you want. They're gone. 川普呢就修改政策了，他说这个非法移民呢，不是说这个犯罪才驱逐，是所有的非法移民，只要你没有这个合法的身份，一律驱逐。这就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想有些非法移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20-30年了。前一段时间大家不是看呢，所以有一个在这地方开餐馆的孩子都老大了，20-30年，突然有一天被 ICE 探员按在地上，然后就直接给关起来了。关起来之后就要驱逐，那这就引起了很多非法移民的恐慌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这个政策中间还有一个调整。过去你的非法移民虽然说宣布要驱逐你但是都有一个比较长的这个听证程序律师可以跟这个法官之间进行各种各样的博弈。川普上台之后，这个政策也修改了，
几乎是从重从快，听证程序大大的简化了，3下5除2就把你给驱逐出去了，递解出去了啊！你说你不能回你们国家，那我给你弄到厄瓜多尔，实在不行弄到非洲去。总而言之，就是不能待在美国。那么这个政策呢，就在这个美国的很多州引起了恐慌。为什么恐慌呢？这有2个原因。第一个，很多美国人呢并不欢迎这个政策，就是说他纯粹的美国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州啊，或者很多地方，它需要非法移民。你比如说在加州，大家都知道啊，加州呢捡草坪啊、户外草坪的工作，基本都是来自于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在干，当地人把他们称之为老墨嘛，然后给现金。那么这些工作，普通的美国人是不干的，但是墨西哥的这些非法移民呢，干的，他还挺有劲儿。然后虽然收入不是特别高，但相对于墨西哥这个国家来说呢，收入也不错了。你比如说美国的很多农场，这农场的工作强度比较高啊，比如摘那个果子啊什么之类的啊，美国人也不干，也大多数都是非法移民在干。那如果把这个非法移民都干走了，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他生活也不方便了。你想想，你让他自己去捡草坪，他不干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你想想，这个普通的非法移民，如果要是被警察抓到之后直接去驱逐，它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非法移民的群体，他的这个正当权益没有办法得到保证。你比如说，一个非法移民，他的雇主欺负他了，不给他发工资，或者更恶劣的，比如说这雇主打他了，或者强奸他了，你想想，他作为一个非法移民，他会不会报警？如果报警的时候，警察先查他的身份，说你是非法移民呢，虽然把你强奸了，先把你驱逐走，那你想想这个非法移民他会怎么选择？他就会忍气吞声，他就不敢报警，对吧？所以很多美国的法律界的人士就说，如果采取不加甄别的这种驱逐政策的话，它就会导致法律黑洞，就一个地区的社会治安会恶化，这些非法移民他们就不敢向警察去求助。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啊，在川普上任的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也就是2017年左右啊，美国的很多州啊就相继推动了一项法案，叫庇护政策。所谓的庇护政策就是说啊，首先是警察在当地执法的时候，不能随意询问这个人是不是非法移民，大家长得都差不多，对不对？但是你不能问，你要问的话，那你想想这非法移民告诉你了，你不执法也不合适，对不对？但是你不问，比如说一个女的，她状告她雇主强奸她了，这个事情是个强奸案，你就处理强奸案就行了，至于跟强奸案无关的信息，你不要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ICE 到这个美国各个州去执法抓非法移民，那是他们的权利啊。当地警察不配合，你抓你的，我们不出警力去配合，这个也有一定的理由啊。就是说我帮你抓非法移民啊，那增加了我自己的警力支出啊，这我当地的这个纳税人要多出钱啊，对我来说是只有义务啊，没有好处啊。所以很多州就相继制定了这样的政策，制定这2个政策呢，被称之为庇护州。这庇护州在美国还挺多的啊。这次啊发生事件的明尼阿波利斯啊，它虽然不是庇护州，但是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条款，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ICE 啊在当地执法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对他们就普遍不欢迎。ICE detained him because they thought he was part of the protest and he was just driving through. Why are you doing this? A woman was arrested in front of her children as she was about to take them to school. A chaotic face-off between federal agents outside the facility. They broke his car window right there, pepper sprayed him in the car. 那么在 ICE 啊，在明尼阿波利斯这个地方执法呢，也有一个背景啊。ICE 过去啊，它的这个执法人员啊，一共大概就只有1万人。在川普这次第2次上台之后呢，就说这 ICE 啊，人也少，钱也少，所以要加大力度啊。所以呢，就给他们拨了80个亿美金，让他们去招人。所以在4个月的时间里啊，在 ICE 的执法人员就从1万人膨胀到了2.2万。然后呢，川普当时就跟很多州去讲，说你们这些州啊，对抗中央政府啊，不配合中央政府的非法移民的驱逐政策，那我要冻结联邦政府给你们的钱。双方发生冲突啊。与此同时呢，川普就说了，明尼阿波利斯这个城市啊，老是对抗中央政府，所以今年1月6号的时候，他就派了2000名 ICE 的执法人员，直接派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到那个地方街头去执法，所以就有了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在1月7号这一天，
明尼阿波利斯的大街上，很多 ICE 的执法人员就在街上去拦截查非法移民。就在这个围观 ICE 探员的这个人群中间呢，有一个人叫古德，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事情的受害者啊。这古德呢，今年37岁，她是一个3个孩子的母亲啊。她呢跟第一个前夫结婚之后生了2个孩子，后来2个人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她又第2次结婚，又生了1个孩子。但她自己的丈夫呢，在2023年去世了。她现在好像有一个同居伴侣，这个同居伴侣叫贝卡。1月7号这一天早晨呢，她送她自己的孩子去上学，回来的途中，她看到 ICE 在大街上开始拦人嘛，这执法嘛。他们2个呢就看着不顺眼，就在大街上啊，就拿手机，他的那个同伴贝卡呢拿手机在拍这个 ICE 的探员的执法，然后他这个汽车呢往路上的拐弯就停在路中间啊。据 ICE 的事后说，这个古德啊一直在妨碍执法，跟踪拍摄。这妨碍执法咱们定性本身啊有争议啊，但是跟踪拍摄这一点是确实发生的。那么9点30分左右，他不是在拍摄吗？结果呢，这个古德啊，在这个过程中间啊，大家看一看，他车的右手那边先下来一个 ICE 的探员。这 ICE 的探员下来之后呢，就围着古德这个汽车啊绕了一圈，走到了汽车的后面。走到汽车后面，他拍摄了一下这个汽车的车牌，然后呢，就跟那个贝卡啊发生了言辞的冲突。Change our plates every morning, just so you know. It'll be the same plate when you come talk to us later. That's fine. U.S. citizen, former fucking president. You want to come at us? 贝卡当时跟他说了，他说啊，你看我们这些人也不会搬家，车牌呢你都能看见，回过头来你能找到我们，是吧？你们快去吃午饭去吧。这个探员就往回走。就在这个时候呢，古德这个左侧前面又有一辆汽车，这是一个皮卡啊，这个下来了2个探员。这2个探员就是后来发生冲突的这个关键的人物啊。他们下来之后呢，就上去之后拽这个汽车车门，跟这个古德就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拉扯啊。这个时候就大家可以听到了，这个 ICE 的探员啊跟古德 You want to come at us? I say go get yourself some lunch, big boy. Go ahead. Out of the car. Get out of the fucking car. 但是这个指令呢，好像有冲突。有一个人跟人说：“你赶紧离开。”另外一个人说的：“你要下车。”结果这个时候啊，古德看他拽汽车呢，他就把这个汽车往回倒了一下。这个时候，他的贝卡在这个汽车的那边想要上车，然后呢，这车呢又往前开。结果呢，就是第一辆 ICE 探员下来有一个人，这个人叫罗斯。在这个时候呢，他是站在了古德车的前面。结果这个古德啊，拽开了这个探员的手啊，这个时候想要离开现场的时候呢，这个罗斯就现场就开始打了3枪。That's fine. U.S. citizen, former fucking president. You want to come at us? I say go get yourself some lunch, big boy. Go ahead. Out of the car. Get out of the fucking car. No! Get out of the car. No! Shame! Oh my fucking god! What the fuck? 第1枪从正面的挡风玻璃打进去，另外2枪是从侧面打了进去。打完了之后，那这车就失控了，一直往前开，就撞到了前面一个树边上的汽车，停了下来。那他当时贝卡都吓傻了。You are fucking criminals! You're fucking criminals!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What the actual fuck? You are fucking insane! 赶紧呢就在那喊呐，说你们这警察不是人呐，然后就赶到那个地方，看到那个古德就已经躺到汽车里头了。那现场啊，不仅仅是2个人在拍，还有其他人呢，很多其他的人也都被这现场这个情况给吓傻了。但是很多人都在用手机拍摄这现场发生的过程啊。我看那个现场中间有个视频，当时有一个人自称是医生。I go check a pulse. No, back up now. I'm a physician. I don't care. 说我上去看一下这个古德那个地方还有没有脉搏，结果啊
人家那个 ICE 的探员说不可以，我不在乎你是不是个医生，拿着枪不让他过去。而那个用枪啊打死古德这个罗斯呢，打完之后呢，他大步流星的就离开了现场。6分钟之后，当地的救护车赶到了现场，把那个古德从汽车里抬出来，然后做心肺复苏。那估计是已经来不及了，咱现在也不知道古德啊伤势啊究竟打在哪儿啊，然后就运到了这个当地的太平间，就宣告他死亡了。整个事件啊大概的经过啊就是如此啊。那么围绕着古德被枪击啊，现在有几大争议。我看啊，那简中推特啊，也包括有一些中文见证的自媒体就在这讲啊，他说这个古德啊被击毙啊罪有应得，为什么呢？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啊，你妨碍警察执法就可以把你击毙。这个呢，在美国是基本常识。那么在我看来啊，就这种说法肯定是不成立的。这是美国大片看多了啊。那美国大片里头，可能你妨碍美国警察执法，美国警察拿出来嘟嘟嘟就开始打枪。现实中呢，肯定不是如此，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还是一个法治国家啊。在法治国家啊，警察的权利都是需要授权才可以进行的。那美国的警察在什么时候可以开枪呢？其实你可以去查一下美国的法律啊，非常清晰。就是说，你只能在你自己或者是他人有可能受到生命威胁或者严重受伤的情况下，你才可以开枪。言下之意，你这个开枪过程中间啊，必须是制止严重的暴力犯罪，你自己有可能被攻击啊，有可能面临死亡的危险的情况下，你才能开枪呢。警察这个东西在现场啊，你的最主要的职责是降级处理，降低风险发生的冲突的概率，而不是升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警察实际上面对现场发生冲突的时候，不是说你不配合警察的调查就可以直接拿枪把你打死。那这个呢，是跟美国的法律之间是完全不一致的啊。这个是我觉得很多人对美国法律它是有一个误解啊。你想想，如果你要是不配合，就拿枪突突突突把你突突了，那到底是警察还是黑社会啊？而且在这个事情过程中间发生之后，大家都知道啊，美国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抗议警察。为什么抗议警察？是因为这个古德今年37岁，他是一个3个孩子的母亲。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此前从来没有犯罪前科，他就是一个无辜的美国公民。结果就是因为跟 ICE 的人在现场发生了一些言辞冲突，就被打死了。这个明显不符合比例原则。就是这个人不管他是在这个跟警察冲突中间发生了什么，他都不符合一般人的正义感，一般人的这个公平感，所以大家在抗议美国的警察嘛。所以你想想，如果警察可以随意掏枪就把这人打死，那这个正义何在啊？那紧随其后，就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围绕着古德被枪击啊，有几大争议，我们呢来掰开了揉碎了来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个方面，那么 ICE 这方面就认为啊，这古德当时在进攻这些 ICE 的探员，拿汽车想要撞他，把汽车武器化了啊。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现场发生的这个视频啊，当时我不是讲了吗？首先是在古德右侧下来了一个这个探员，围绕他转了2圈，然后呢，这左边这个探员又下车跟他发生冲突，拉他的车门啊，拉车门的时候，这车他往后退。然后他那个贝卡想在那个副驾驶想要上车，上车之后呢，然后他要想要往前开，这个时候发生争执了啊。警察认为他是想撞车前面这个螺丝，而反对的人认为古德是想离开现场。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个汽车往前开的时候啊，它这个轮子实际是在往右打的，所以当这个汽车这个失控的时候啊，它最后是右转撞到了前面停的这个汽车，这是一点。就并没有给人感觉他是要撞到前面这个螺丝这个身上。另外啊，大家可以看另外一个视角的视频啊，就是这个古德后来不是跟这个警察之间有个段对话吗？他说啊，大男孩，我跟你之间我没有生你的气。还面露笑容呢，对吧？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他要想撞前面这个螺丝啊，那一般的这个行为都是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所以说他实际上非常仇视这些 ICE 的探员，
他才有动机去撞前面的罗斯嘛。但是他在生前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大男孩，我并没有生你的气。”然后呢，汽车往后倒了一下就往前开了，似乎也没有给人感觉他有要撞击这个探员的动机。所以至少我看现场的视频我这2天我看了几十遍了，我没有看出古德现场想要撞击 ICE 探员的迹象。当然这个车往前开是吧，跟那个罗斯身体是不是发生了剐蹭有人说发生了剐蹭，有人说没发生剐蹭，但不管怎么样，我没有看到这个古德想要撞击罗斯这个探员的这个迹象，这是争议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罗斯开枪的时候呢，他是朝着一辆运动中的汽车开枪，这一点是明显的违规了。因为不管是按照美国的 ICE 的执法指南，还是按照美国一般的警察的执法指南，都明确规定禁止向行进中间的汽车开枪。这个规则是怎么来的呢？是1972年8月15号，在纽约州发生了一个案件当时有一个偷车的人他就开着汽车跑，那警察呢，咣咣咣就往这汽车里打枪，结果呢，把坐在后排的一个10岁的孩子给打死了，然后呢，路人也有受伤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就在美国引起了大规模的抗议，说人家不过是偷了一辆汽车，结果你咣咣咣朝汽车里打枪，把一个10岁的孩子给打死，那10岁的孩子肯定是无辜的，对不对？这也是明显不符合比例原则。后来纽约州就出台了一个法律，就明确禁止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朝行进中间的汽车开枪。后来这个法律就陆陆续续的被美国其他的各地的警察组织都采纳了，都效仿了，所以就成为了美国这个司法部的一个明确的规则，就是不能朝运动中间的汽车开枪。大家还记得吗？当年辛普森美国的法院让他去自首的时候，他不去，他开着车就跑了。当时美国不是那个电视台在直播吗？天上是直升飞机这个辛普森自己开着车上了高速公路，结果呢，美国的警察后面跟着，前面挡着，就是一直尾随着他走但是没有开枪。没有开枪不是因为辛普森本身是个名人，而是辛普森当时是运动的汽车，你不能向运动的汽车开枪。为什么呢？其实你向运动的汽车开枪对警察对其他人来说也有更大的危险你想想你在高速公路上，你咣咣咣一阵扫射，把一辆汽车给打翻了，那你撞到别的汽车呢？你撞到警察呢？一辆汽车1、2吨重1、2吨重的汽车如果失控的话，你都不知道会撞到哪儿就拿明尼阿波利斯这件事情来讲，后来古德的汽车被枪击之后，他也失控了，就撞到前面汽车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他车前面有行人，那是不是那个行人搞不好也会被撞伤会撞死所以大多数美国的警察的执法指南里头都明确禁止向行进中间的汽车开枪。美国的 ICE 的执法指南里头也明确的禁止探员向行进中间的汽车开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 ICE 的探员罗斯现场向行进中间的汽车开枪是违规了的，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就是美国大多数警察他禁止你这警察是站在行进的汽车前面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站在行进汽车的前面，那你汽车开动起来，那汽车搞不好就冲着你来了，对不对？那么这里头就导致一种结果，就是你首先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危险之中，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可能说了，那这汽车就冲着我来了，你冲着我来了，那我可能就有面临死亡的危险了，所以我这时候拔枪一枪把你打死，那这是不是就不违规了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前面那个禁止向运动中间的汽车开枪就会形同虚设。所以大多数警察的规定，就你要避让行进中间的汽车，除非是这个汽车中间除了汽车以外，它还有其他致命性的武器，那这个时候你才能开枪。如果没有其他致命性的武器的话，你就不能开枪，你还得避让行进中间的汽车。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明尼阿波利斯这个事件过程中间，罗斯他就站在了这个古德的汽车前面，他并没有避让汽车，所以那汽车在启动的时候，或许他内心他认为古德这个汽车是冲他来的，所以他对着古德连开3枪。
那么有好事者去调查了一下，就发现啊 ，ICE 的执法指南中间虽然有禁止向运动中间的汽车开枪这么一个规定，但是没有探员必须避让汽车的这个规定。所以罗斯就站在了古德的汽车前面，所以当古德的汽车启动之后，他就直接掏枪对着这个古德连开3枪，悲剧发生了。那么至于为什么 ICE 啊，它没有像一般的美国警察执法指南中间那个相似的规定，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不知道他是疏忽了，还是有意保留了这个条款。这里我们需要讲一下，罗斯啊是2016年以后就开始担任 ICE 的探员了。据说在他那里还属于枪械的这个教导官，那他干这个工作已经干了，你想想有10年的时间了啊，但是他仍然站在了古德的汽车前面。所以围绕着这个明尼阿波利斯这个事件啊，这有3大争议。那么3大争议过程中间，虽然双方非常撕裂啊，但在我看来，这3大争议本身其实都是可以用事实本身进行去描述的啊。第2点啊，就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这个美国的联邦政府跟明尼阿波利斯啊之间啊，它其实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啊，实际上对美国的未来啊会产生蛮大的影响的。这个枪击案发生在上午的9点37分左右，那么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10点25分，当地的警察局就发了一个公告，说当地发生枪击案了啊，大家不要去那个现场。那这是一个例行的公告啊，也是比较中立的。到10点46分，明尼阿波利斯这个州的州长也发了一个推特，他说啊，当地发生了枪击案，我们正在收集信息，随后要公告啊，请大家不要去那现场。这也是一个相对比较中立的这么一个陈述啊。事情的转折就发生在11点45分到不到12点之间，就是美国的国土与海关安全部他发了一个推特，这个推特啊就直接给这个事情进行定性了。他说啊，他当地有一个人呢阻碍执法，那试图冲撞我们 ICE 的探员，然后呢 ICE 的探员出于自卫，最后呢就拔出枪来把这个人给击毙了。他说这种行为是国内的恐怖主义啊。那这个帖子一发出来啊，就引起了当地很大的不满。在中午1点30分左右，当地的市长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啊，就直接谴责这种暴力执法行为，认为这是一个悲剧，而且号召当地的人呢要提供更多的视频资料给当地要准备进行调查。然后川普总统在下午不到3点的时候就出场了，川普就直接发了他的那个帖子啊，他在他自己那个真实社交网站上发帖子，他说啊，这个女的呀是受左派意识形态的误导，被洗脑了，然后还撞我们的探员去了，撞上了我们的探员，撞上我们的探员之后呢，他被击毙了。他说这是个悲剧，但是这是因为妨碍执法嘛，言下之意就是你死了活该。然后他还说呢，他说我们的探员呢都不知道现在还活没活着啊，是吧？但实际上大家可以看现场，那罗斯打完了这个古德之后啊，大步流星的就离开了现场。川普当时说，他说这个罗斯啊，在半年之前执法过程中间被一辆汽车拖伤了，被缝了33针。言下之意就是说他对这个现场开枪他可能更敏感。紧随其后，1月8号，万斯副总统啊，那又接受记者采访，那就调门就更高了啊，就说这个女的就实际上是在攻击我们的 ICE 的探员，这 ICE 的探员在执法过程中具有完全的豁免权，这就是国内的恐怖主义行为。那你想想，这双方就这件事情的定性啊，就南辕北辙。但是啊，这大家都知道，川普他是自己的政府里头啊，有一个人叫边境沙皇，这个人叫汤姆·霍曼。他其实在1月7号下午5点钟左右的时候接受记者采访，他说了段真话。How can the public trust the investigation when there has already been this judgment passed down by the president and some of his top officials? Look, we've all seen the video. And again, no one knows what's in that officer's mind. You don't, I don't, no one does. But we're going to let the investigation play out. But bottom line is, why are we even there? Why are we in Minneapolis? Because it's a sanctuary city, a sanctuary state. 他说这个事情啊才发生几个小时，要刚刚开始进行调查，所以对这件事情的定性还太早，一切都太早，还没定性呢。出了这个事情的话，
按道理来讲，因为警察把一个无辜的平民打死了嘛，那么这种打死是出于一种正常的执法，还是说滥施暴力？按照美国一般的处理类似问题的程序，那应该是警察介入啊，开始调查，调查完之后呢，法庭来决定这到底是滥施暴力还是正当执法。但是在刚刚开始调查的时候，你现在川普也好，你副总统万斯也好，也包括你美国的海关边境安全部也好，你就直接把这件事情定性了，你就说这个人撞击这个罗斯，你就说这个人是妨碍执法，你就说这个人他实际上是自卫，是有完全的法律豁免权，这事儿是不太合适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利益相关方啊，你作为联邦政府，你自己的探员，你在执法过程中把一个美国的普通公民给打死了，这个时候究竟是不是滥施暴力，应该由美国的法院来认定啊，不是由美国的联邦政府来认定啊。但你联邦政府你先就给这个事情进行定性了，不合适吧？在我看来，这件事是绝对不合适的。我看那个美国 CNN 就问那个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说：“你怎么能证明这件事情他就是有意撞击呢？” How can you assert with certainty that she was trying to hurt the officer as opposed to she was trying to flee the scene? If you look at what the definition of domestic terrorism is, it completely fits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This individual, as you saw in the video that we released just 48 hours after this incident, showed that this officer was hit by her vehicle, she weaponized it, and he defended his life and those colleagues around him and the public. 这话说的可太蛮横不讲理了。你说的是事实，那还需要法院干什么呀？那既然你说的都是事实，那把美国的这些法院都废除了不就行了吗？那都由你们国土安全部来宣称 ICE 在美国全国各地可以随便击毙其他人就行了吗？很多美国人对这件事情的严重不满，正是基于现在美国的联邦政府对美国三权分立体系本身的不尊重的结果。美国的制度是什么？美国的制度就是说，你政府的权利不是由你政府自己来认定，你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不是你自己说了算，是美国的法院说了算。但现如今，现在美国的联邦政府就说我们这都是合理的、合法的，你被打死了，虽然是个悲剧，但是活该。更严重的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明尼阿波利斯的当地的警察局宣布要调查这件事情。但是在1月8号的时候呢，川普政府就宣布了，说这件事情啊，明尼阿波利斯的警察局不可以介入，这件事情调查只能由 FBI 来进行。FBI 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也言下之意就是说，你当地没有权利介入这件事情调查。按道理来讲，这个案子啊，应该涉及到联邦跟州之间，发生的地点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应该是 FBI 跟当地的警察局联合调查。但是现在呢，川普拒绝让当地的警察来调查这件事情，只让当地的警察局有限的保留现场的视频，防止这些视频丢失。那你想想，你联邦的警察局来调查联邦自己的 ICE 探员执法过程中间是不是失当？那这事情不就是自己调查自己吗？这不就是自己给自己进行定性吗？我们经常说，谁都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美国宪法最重要的这一个立法精神，就是你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合法，不能你自己说了算。你现在让 FBI 调查，排斥明尼阿波利斯的这个警察局参与调查，这不就是把自己试图凌驾在其他的规则之上吗？这实际上是特别令人担心的一个未来发展的趋势。明尼阿波利斯这个城市啊，过去不是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大家还记得吧？2020年，明尼阿波利斯有一个警察，当时那个警察就是把一个黑人摁在地上执法，那个黑人呢叫乔治·弗洛伊德，他当时呢使用伪钞，结果呢被这个警察给逮捕了。这个警察呢叫肖万，逮捕他的过程中间，后来双方发生了冲突，这警察就把那肖万摁在了地上，用那膝盖顶在那喉咙那儿2分53秒。结果后来呢，这个弗洛伊德啊就因为窒息而死。那件事情当时也引起了美国全美的这个抗议浪潮，案子延宕几年，
后来这个警察呢被判处有期徒刑21年，当地的警察局赔偿了弗洛伊德他们家2700万美元来进行和解。我为什么讲这个案例啊？就是说美国这个社会啊，过去不是说没有发生过警察滥施暴力，但是过去呢，一般来说发生这个事情过程中间，都是发生了事件之后，然后其他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调查完了之后呢，修改规则。如果发生是滥施暴力，就修改规则。所以当年肖万事件发生之后，明尼阿波利斯的这个议会就明确禁止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随意使用掐脖子、锁喉这种做法。就你没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你不得用锁喉这种方式。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ICE 在特朗普给了他一些特别预算之后啊，开始大扩容，4个月的时间里头，增加了1.2万名 ICE 的探员。过去美国警察上岗培训要6个月。你要知道，警察在现场执法啊，他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有各种各样的规则。因为警察在现场处理的时候，你的目标是降低冲突发生的烈度，而不是升级。但是现在 ICE 的探员4个月的时间扩充到了2.2万人，他们的培训时间，我看美国的媒体的报道啊，只有6周，也就是说培训1个半月的时间就全副武装走到街头开始执法了。后果是什么？后果是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头啊，已经打死了4个人，打伤了10几个人。更可怕的是，就是这种现象啊，现在没有另外一种约束性的力量啊，来让 ICE 的执法的这些探员们呢，能够尽可能在一个更公平的或者更合理的游戏规则之内去行使。有了川普这些人给他们撑腰，有了万斯给他们撑腰，那么这种暴力会不会成为一种不受约束的潜力？这是令很多美国人呢特别担心的一点。最近几天我看到了美国到处啊都在抗议啊，很多人都在讽刺这个川普啊。我这2天在推特上我也发了几个，是吧？其中有一个讽刺的图片啊，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一个自由女神躺到汽车里被这个 ICE 击毙的画面。大家都在担心，如果这种权利不受约束的话，美国会不会走到了他当年啊那些开国元勋们所倡导的自由国度的反面？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Well, if you take a look at the tape, I saw the same tape that you must have seen. She behaved horribly. And then she ran him over. She didn't try to run him over. The video didn't look like he was run over. It's a terrible scene. Yeah. We all agree on You say it's horrible to watch. You said that on Truth Social. I think it's horrible. Do you think that goes I hate to see too it. far? This was an attack on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This was an attack on law and order. This was an attack on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way that the media, by and large, has reported this story has been an absolute disgrace, and it puts our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at risk every single day. That woman is part of a broader left-wing network to attack, to dox, to assault, and to make it impossible for our ICE officers to do their job. If the media wants to tell the truth, they ought to tell the truth that a group of left-wing radicals have been working tirelessly, sometimes using domestic terror techniques to try to make it impossible fo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do what the American people elected him to do, which is enforce our immigration laws. The President stands with ICE, I stand with ICE, we stand with all of our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And part of that is recognizing that you people in the media, not everybody in this room, but many people in this room have been lying about this attack. She was trying to ram this guy with her car. He shot back, he defended himself, he's already been seriously wounded in law enforcement operations before, and everybody who's been repeating the lie that this is some innocent woman who was out for a drive in Minneapolis when a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shot at her, you should be ashamed of yourselves. Every single one of you. That's okay, we don't change our plates every morning, just so you know. It'll be the same plate when you come talk to us later. That's fine. U.S. citizen. You want to come at us?
say go get yourself some lunch, big boy. Go ahead. Out of the car. Get out of the fucking car. No! Out of the car. Oh! Shame! Oh my fucking god!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You just fucking... What the fuck did you do? You all are fucking criminals! You're fucking criminals!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What the actual fuck?